不好意思，先生，我们已经打烊了。小豆，下班。伯父您好。老韩身体还好吧？挺好的。有金副所你不来，去和张正、乔耀庭这些人瞎搅和在一起，是我有什么事儿开罪老韩了，还是你小子单单对我有意见呢？我一天到晚就忙这么点小事儿，去您那儿去，我还不够丢人的。在得知张正从不管我，我呢，老一自在。有些事情啊，不是你藏在吧台后面就能躲得开的。已经这么水火不容了吗？乔少廷经常到这儿来吧？前2天他还坐在您这个位置上，问了我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什么？你说，到底是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人才从事这个行业，还是因为从事这个行业，让我们变成了这种人？哪种人？囚徒，或者说是在囚徒困境里，自私、不安。即便有罪优解，互害也往往是我们的首选。我和德智所有过节，你不可能不知道。我知道，而且我猜德智所现在面临困境不假，您老也遇到了问题。您解决了乔少廷，也未必能解决到您的问题。谁跟你说我要解决乔少廷？您要这么说，那我就真的你刚不知道。才说，我遇到什么问题了？乔少廷有一个叫邹亮的同学死了，那是条人命伯父。在金港，这件事情不可能不了了之的。哟，哎，乔律啊，你好。啊，麻烦了。这就是你说的公事儿啊？我就是想把案件当中有疑点的地方，向咱们公安机关反映一下，这应该算是合法的吧？瞧你说的，这也是我们分内的工作啊。那咱们会不会根据我提出来如果是的建议？我们分内的事儿啊，我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如果不是我们分内的事儿，该谁管，我就把这东西转给谁，放心吧。啊？哎，我姓张啊，好。喂，哎，你好，您现在什么位置啊？哇，我现在，你谁啊？啊，我是大雅司机。这辆港 GX0915是不是您的？哦，是我的。哎，那您现在在哪儿啊？我现在在海港区这边呢，海港刑侦支队门口。听吴总说，葛平的律师似乎并不愿意配合。这种涉及违规违纪的行为，是他说不配合就能不配合的吗？有律师叫什么？孙志英律师，这是他的相关资料。主任，瞅孙律师那个态度，显然真的是和肖震有串通，而且不排除他已经把闽悦阁酒楼要投诉的事情通知肖震了。我知道了。哎呦，吓我一跳！你什么时候来的？主任，您找我？
高副行长跟我说，你昨天去金港银行了。对。关于那笔政策性贷款展期的事儿，咱们之前出了法律意见书，银行的法务发现展期利率的计算方式和国家目前的金融政策有冲突，让我过去帮他们参详一下。明和酒楼案子那个事儿，你打听到了吗？啊，我知道，只是跟孙律师直接联系的，并不是肖真本人，没有能够做事的证据，我就没有继续跟进。孙志英律师是魏银所的一个老专职，没什么出息。他们的主任叫什么，你知道吗？杨国辰，我认识。黄伟教授的博士。给黄伟打个电话，让他带着学生来见我。好嘞。芈月阁那个案子，肖真有可能串通对方律师的事儿，你是从哪儿知道的？乔尔廷告诉我的。为了打听肖真的事儿，我瞎编了个理由，让乔少廷带我出去转了一圈，路上不小心，他说漏了嘴。听说老韩和他那届同学想成立一个什么律师学院，正在和法学院谈合作，得院长点头吧？我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您老能帮上忙，说什么话？你父亲不用我帮忙，他们老哥几个的事我不掺和。乔少廷和我的事儿你也别掺和。他应该没什么事会找到我。他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合作伙伴。放心，乔少廷很快就会来找你。所里几十个人，他可以和任何一位律师继续合作。那些人没这个胆儿。需要我做什么吗？跟我一样，一帮倒忙就行。隔夜的火烧不好吃，对不对？所以我今天特意的给你带了一根火腿肠补偿你，一会儿饿了再吃啊。锁函我已经填好了。韩律师，给您添麻烦了。看来你是特意为他准备的食物，有没有想过把他带回家自己养？有想过，但是我现在和别人合租，房子也小，工作也没时没晌的。明白。任何选择都要付出代价。哎，大哥，您的车吗？啊，哎，那对了，没错。哎，大哥，您钥匙。哎，老板，您要方便的话，您提醒下您朋友啊，给个5星好评啊。这车你是从哪儿开来的呀？金海东路福联花园，一穿黄背心的大哥给的我车钥匙。那谁给你下单让你开过来的？哎，这我不知道，平台派的单，我们呀看不着名和电话。姓什么总有吧？姓，哎呀，我看一下，肖，姓肖啊。先走了哈，大哥。之前被告律师一直说他们卖的都是进口车，现在我的原告当事人准备了一份录音，是原告当事人和被告公司经理交涉时录下来的。
我们认为这份录音证据可以证明被告相当于承认了他们销售的汽车是组装车。周总，你们拼装是做4轮定位用的，还是原厂的生产线设备吗？那肯定不是。那你这就不能算是原装进口车了，这就跟合资车差不多呀。你非要这么理解也行，可正是因为拆开进口，其价格才能控制得住。涂先生，你自己说是不是？同样的车型，那4S店价格高出10几万去呢。被告律师，你对原告出示的录音证据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吗？这个不认可。刚才的录音听起来不是很清晰，而且录音当中被称作周总的这个人的声音，不像是被告公司高管的声音。今天早上是我去当事人的公司取的委托书，您并没有去啊。那你就当我去了呗。可是那确实是周总经理的声音。你的听觉系统又不具备语声鉴定功能，你凭什么认定那个声音就是周总？那原告要是申请语声鉴定呢？周总不是什么公众人物，在网上基本上查不到他的音频视频。语声鉴定非常复杂，它不仅需要剪裁，而且需要大量非常充实的剪裁。换句话说，就刚才那段几分钟的对话，鉴定机构要对这个周总至少要录上1个小时的音才行。所以呢？所以，你现在可以去告诉那个被告公司，让他们给周总放个长假，让他去环游地球。我们这不是……我们这就是在履行律师正常的工作职责。对方律师从开始透露这段对话，试图搜集录音证据时，就该做好准备。他应该预见到我们也许会对这段语音证据不予认可的回馈，他应该准备其他的相关佐证，用以证实他这段语音的真实性。作为有举证责任的一方，他们如果连这个都没有做到，那他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可是您对合议庭说的不是真话。没错，咱们这是个说真话的工作，这是个选择。客户的利益，还有你自身的道德评判，有时候你不能什么都要。肖律师，你是回所里呢，还是去别的地方办事儿？我想给乔律师打个电话，看看他那边还有没有什么工作安排。那个死刑复核的案子，那个案子我还没有看卷，我想乔律师应该也还在犹豫。怎么了？我就在想，乔律师犹豫的，可能是你该坚定的。三好多嘴啊！记得环游地球。喂，肖律师你好，我姓孙，是葛平的代理人，咱们开庭时见过。哎，孙律师您好，如果方便的话，我需要马上和你见个面。有什么事儿吗？肖律师，律协很快就会收到针对你的投诉，而我必须出面作证。你是打算利用乔二婷？就算他现在没有恢复职业资格吧，但怎么着也算为被告人辩护那头的吧？不是要利用谁，只如果这家伙对案件真相这么执着的话，他会是个助力。他的目的无非是为被告人减刑或者脱罪。啊，当然了，听上去倒是比那些光为赚钱的律师是要好一些。赚钱也没什么不好啊，又没有机关给他们发工资，不赚钱也让这些律师用爱发电。但你真的确定乔二婷可信吗？过了前面那路口，靠边停车。赵新成那儿你自己去就行了，从海港支队出来跟我说一声。不是，你干嘛去啊？
我去办点别的事儿。肖律师，鞋可以晾，裤子可以洗，这吃饭的家伙要是泡了，可就麻烦了。好在，至少现在还可以用。肖律师，你这胳膊手腕……哦，今天不知道在哪蹭的，没事，处理一下吧。嗯。谢谢。需要我帮忙吗？啊，不用了。好。芈月阁和葛平家属达成庭外和解后，还没有落实全部赔偿，剩下的那部分本应该明天交接。今天上午，吴总的秘书给我打电话说，他们不得不和解的原因是因为你私下和我们这边勾结，给出了不利于芈月阁的很多信息。他们要对你进行投诉，要我协助他们出具证言，否则他们不会继续履行和解协议，而是让我们打官司要钱。他们同时也会投诉我。谢谢你提前告诉我。虽然我知道跟我见面的那个女孩的背后一定是你，但我没有跟任何人透露。我相信你，孙律师。能为葛平做代理，你应该也不是那样的人。我也不怨芈月阁。没错，这件事情的背后就是我。现在事情败露了，也没什么不敢承认的。有辣酱吗？有。这个辣酱有点儿……没关系，我要放纵一下。哎，傅婷，已经提讯过了。还没有，我还需要一些时间再做些调查。这个案子有点儿……我知道，明白。这地儿不错。听说老板是个律师。律师开咖啡厅的好处就是，可以随时吸引两高的大员来就餐。你是哪头的？东郊民巷那头的。哦。我记得南门斜对面有一家云南菜馆，那家的炸春卷挺好吃。那儿的消费水平对我来说有点高，而且我们早就搬到花市北大街那边办公了。第二办公区，那你是审判庭的。你怎么知道我是最高院的？你刚拿那个老三星，是之前最高院统一配发的工作手机，还没换新的呢。现在已经改成每月几十块钱的通讯补助了。你怎么知道我是律师？我本来想说点评网站上有写，
但是现在看来，我不如直接告诉你，我就是冲你来的，这样更方便一些。是赵新成告诉我你是谁。那咱们就开宗明义吧。你是想聊聊乔少廷吧？不好意思啊，哎，姐。喂，我知道是你干的。由奢入俭难嘛，我只是不想再继续忍受有司机没车的日子了。本来我打电话是想跟你说声谢谢，听你这么一说，乔律师可以请客吃饭呢。你在哪儿啊？我过去接你。我在商业广场这边。对了，我正好有事找你呢。我们得去趟庞国家，我知道该如何证明那份遗嘱的时间了。你恐怕得先陪我去趟幼儿园，不过没问题，我现在就过去接你，离得很近，10分钟就到。行，那广场东门，一会见。乔少廷，乔律师。我司机。我想好了，我不会为闽月阁出证的。闽月阁无论如何都会投诉我。听证的时候，律协会传你，到时候你怎么办？不配合律学工作，还是在听证会的时候对律学撒谎？你我之间确实没有直接性的联系。想让这起投诉成立的人一定会找出证据，所以你不配合也是没用的。如果闽月阁不付钱，葛平的后续治疗怎么办？我跟葛平家属商量过了，他们接受跟闽月阁继续诉讼。代价太大了，这起诉讼可能旷日持久。我知道，他们会随便找个律师，先提管辖异议，再要答辩期，加上1审2审强制执行。没关系，我们有心理准备。肖律师，换作是我恐怕不敢这么做，但最起码，我不能对有勇气这么做的人落井下石。那就别让我白忙一场，去给闽月阁出证，让赔偿落实，让葛平得到全部赔偿。是我坏了这个行业里的规矩，只是没想到报应来得这么快。我第一次办刑事案子，就是乔律师带我会见的，是个故意伤害致死的。被告和我同月生，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在会见室里等，突然间就听见楼道里传来铁门打开的声音，然后就是哗啦哗啦的铁链声，一直传到门口。重刑犯脚上得戴戒具啊！当时我就傻了，就是那种第一次直面国家强制力的冲击。我能理解。第一次跟师傅去看守所提讯的时候，我也有这种感觉。乔律师当时问我，什么感觉？我说，感觉挺沉重的。他说沉重就对了，因为这个委托人未来命运的一部分，就有可能掌握在我的手里。所以啊，你务必要全力以赴。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乔律师是一个执念很重的人。他现在被暂停执业，但是还继续在跟我手里边这个案子。你们所对这件事怎么看？这你应该问问主任。张正吗？他跟乔二婷都是邝北平的手下吧？连这个你都知道啊？正因为我之前不知道，所以我现在才特别好奇，这里边有邝北平什么事儿呢？乔二婷自从接了这个案子以后，就一直在走霉运，而后来，在一次碰巧的机会下，我查到了邝北平这个名字。换句话说，乔少廷目前的处境，如果不是一个玄学问题的话，那有能力能把他打压到现在这种地步的，应该不是什么泛泛之辈。因为这个案子，他们俩的关系异常敌对，好像只有解决了对方，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看来我猜的8、9不离10。乔律师的方向也大差不差。邝北平呢？他恐怕是错了。
他的问题可不是只铲除了乔少廷一个人就能解决的，他那是自欺欺人。那他可太绝望了。你也快。说实话，有数你这破车的钱，买辆什么二手车都比他强。哎，你看你，人情和嘲讽还总得花搭着来。做好了。我以为专职律师是可以调侃助理的。当然，您有本事，您说了算。那我可得趁着你拿回执业证之前抓紧了。去幼儿园干嘛？接着那个案子了？我儿子把别的小朋友给打了，但由于未到刑事责任年龄，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姑且不认为是犯罪。没事儿吧？哎呀，至少他没挨打呀。堂姐说的那个阿祖吗？堂姐，你这才见一次面，你有必要那么近乎吗？堂姐。说到堂姐，你们俩这婚离的怎么样了？你今天怎么了？这是吃错药了吧你？怎么了？偶尔放飞一下不行吗？阿祖跟九九这么快就成好朋友了，你给他爸妈怎么洗脑？我的洗脑尝试很失败，所以最后我说准备起诉幼儿园，未尽到教育和管理责任。起诉幼儿园？你想让阿祖换幼儿园啊？不是真的啦，找到一个共同的敌人，大家自然就变成盟友了呀。哎，辛苦辛苦辛苦！哎，拜拜拜拜拜。这就叫策略，打不过别人就跟别人成为朋友。签了吧。这阿祖还在这儿呢，别当着孩子爷们儿点的面行吗？别拿孩子当挡箭牌。大姐姐，你好。阿祖！哎呀，来！哎呦，我也不知道怎么着就补弄好了呀。爸，爸，1、2、3。爸，你怎么来了呀？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别再玩这破铜烂铁的，多危险啊！危险什么？这车我已经修了好几个月了，终于发现原来是离合器的弹簧没了。这么难弄的件儿你都给淘到了，挺厉害的啊！昨天小唐给我打电话，说幼儿园有个孩子欺负咱们家阿祖。没有吧？今天我就过来看看，是哪个憨小子敢欺负咱们家乔三仔？乔三仔！已经解决了啊，事情已经解决了啊，您就别在这儿给我们搞事情了。我说你们做父母的太怂了，你这，过来，你记住了啊！以后如果要是有谁欺负你，你就告诉我，怎么收拾他们看。咱爸怎么来了？我哪知道？你问我，我问谁啊？你不要打架，打架可不好。妈妈说了，人家也有爸爸妈妈。有爸爸妈妈怎么了啊？他们要敢破我们家3代，我就铲平他们家3代。打住！爸，别当着孩子面子说这个。爸，我下午还得回单位，我先带阿祖回去了。啊。等会儿啊。想不想坐爷爷的碰碰车呀？想。不行。太危险了。危险什么？啊，我带着阿祖，又不是去舞枪弄炮的。不是，爸，你误会他了。小孩太小了，他坐在那胯子里面也不安全，到时候你还弄他不好弄，是不是？也是啊。那这样吧，你就抱着阿祖坐在胯子里边，我送你们回去。我呀，爸，我开车了。开车？车在哪儿呢？停车场。那行，
我送你们到停车场去。走啊，走啊，好。哎，你真开车？真开车。别露怯啊！哎，爸，哎，这，往这走。这是你爸。老爷子挺酷的，看着他，我想起了铁血战士，不是《疯狂麦克斯》里的某个反派。不死老乔啊？也姓乔。走，干活去。你把离合器弹簧给拆了。为了这个事儿，我是认认真真的研究过机械常识。首先呢，你得让它从一开始就开不了这车，那不能说半路出了问题，这样它很危险。其次呢，这个问题还得不容易被发现，打火装置那种第一时间就能想到的，那肯定不行。我的意思是，你要是觉得他开车很危险，你可以通过正当的劝阻嘛。劝阻？他那个样子，我能劝得动吗？看来啊，我只能是盼着他赶紧到70岁，驾驶权人道毁灭了。哎，对了，你说，你知道如何证明那份遗嘱的时间了？哦，今天我听韩律师说，要进行语声鉴定呢，对检材的要求很高。对于这种书证类的书写时间鉴定，对检材要求同样很高。鉴定部门通常很抵触这类的申请，原因往往是得不到足够的检材。对了，你那天不是也去咨询过了？韩律师，今天晚上我还得再去给他摘个什么零件下来。你能不能专注一点？你怎么知道我也咨询过？我拜托韩律师找鉴定机构的朋友咨询的时候，人家说有一个男律师来问了相同的问题，应该就是你吧？哼！我现在更加的确定我有多不喜欢那个姓韩的人。这还有呢，你们慢慢看。谢谢你。充分的检材包括了相同的书写颜料、相近或者相同的书写时间，最好呢是书写过相同的字，这都。光是画有什么用啊？鉴定机构需要的是文字对比。不是说他喜欢抄写名人诗词吗？哎，《满江红》。嚯！哎，你看啊，还有铲袜不相接，手提金玉鞋。这李煜跟小姨子偷情才铲袜不相接，手提金缕鞋呢。乔律师回父母家也需要这么心虚吗？嘘，轻点，轻点，轻点。老爷最宝贵的就是这车，但凡有点风吹草动，它出现的比闪电侠还快。小一个，干嘛？和乔律师一起做贼的曼妙时刻，我得记录一下啊！谁做贼呀？哎，你不是准备偷偷换掉老爷子好不容易才弄上的这个离合器弹簧吗？故技重施是没有用的，我想好了，我要三管齐下，先拧死他的火花塞，再剪断他的熔断器熔线，最后再放空蓄电池里的电解液。那你之前就换个弹簧，他兴许看不出来。你这次搞这么大的破坏，一看就是人为的。哇，你家老爷子头脑简单的很，你放心。哎，拿起子给我。起。臭小子啊！又拆我的车，装上。起来，给我回去！
我让你这个三管齐下啊！我让你这个说我脑袋不行了，我同事在这儿呢。啊，行啊，这个坐，丫头坐。谢谢叔叔。哎呀，别见怪啊。今天在幼儿园门口，这臭小子也没把你介绍给我认识啊。叔叔好，我叫肖珍，是乔律师的那个同事。你就是为了他和小常离婚的？哎，不是，真的不是。不是为了他，你们俩为什么要离婚啊？哎呦，爸，您不会聊天就别愣来了。啊，我不会聊天。好，吃饭会吧？啊，上个礼拜回来，你在家待了没有超过20分钟就跑了。今天你和同事回来，在家把饭吃了。一会儿我让你妈去超市买海鲜，做你最爱吃的麻辣花蟹啊。老乔，我买菜去了啊。哎，阿姨，我陪您一块儿去。叔叔再见。阿姨，走。我同事。听小唐说，你这执照被扣了，怎么回事？我之前有个案子出了差错，我有个同学死了。是你害死的？不是，但跟我有关。那就是说这个案子现在还跟你有关？别看他俩来回折腾，少廷和小唐离不了。现在的年轻人观念就是开放，过不了就离，离不了就复合。我看乔老爷子对他们俩离婚这事儿好像挺没所谓的。那老头更想得开，儿子儿媳妇儿这么折腾，他不管。大女儿嫁到江州没信儿了。大女儿是乔律师的姐姐吗？对啊。不过我也没见过，听说他家老太太过世的时候，连面都没照。呀，肉馅忘了，我去拿啊。不用紧张。乔少廷附近的保姆总到这里来买菜，偶尔也能碰到。您是在跟我说话吗？您正眼看看我，我像是紧张的样子吗？你不要以为孙志英不配合米耶格，你就能没事儿。那就请您帮帮忙，甭管威逼还是利诱，务必让孙律师配合。虽然我已经跟他说过很多遍了，但总不如您这样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说句话好使。真是初生牛犊啊！你这种性格和胆识，挺适合这个行业的。而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您要是这么说，那我是真幸运，因为我还有选择，而您就只剩努力了。是我，怎么了？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他这么大人是跑不丢的。没关系，我和他联系一下。好。这2天也是为这事儿挨打的。勉强算吧。
你让阿祖还手，自己不敢还手。你打小我就看你太怂，可你妈说这样挺好啊，保平安。我还手了，这不没打过吗？还是把式不行吗？我这是战略性挨打，你又不懂。我跟你说，我跟我妈说啊，别跟你妈说你挨打的事儿，不然她又要跟我叨叨了。爸，拆您车的零件是我的不对，但是您这一把岁数了，还骑着一台岁数不见得比您小的胯子上街，咱是能说您老当益壮，但是不是也该去顾及一下其他行人的安全呢？行了，你怎么跟你妈一样，一天到晚就叨叨这点事儿？我又不是天天骑，而且那胯子本身也跑不快，能有多大危险？昨天我还跟你妈说，爸，我妈已经过世很多年了，你又刚好给忘了。没忘，我记得，就是偶尔想到她，跟你唠叨唠叨。我知道，我也很想他。乔律师是吧？目前暂停执业，您可以叫我的名字，我叫乔少廷。你好。你好。你好。这是方圆，我们是最高院的。看二位有点眼熟啊。襄阳看守所门口跟肖闯一起，咱们照过一面。我就是跟你搭档在中院也照过一面。二位是哪个庭的？刑庭的。王伯雷、小坤的死刑复核是不是就已经送到？那这个时候咱们见面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等等啊，我们所确实是拿到了王伯雷、小坤那案子的死刑复核代理权，但是这委托书还没有往咱们最高院送呢，甚至具体承办的律师都还没有做出指派呢。我们知道这个案子一审是德智所代理的，你是代理律师，后来因为牵扯到刑事案件调查呢，换了宏图律师。后来你们所又拿到了死刑复核案件的代理，而且昨天是薛东律师去看守所找2位被告人签的字，对吧？所以你现在既然不是这个案子的代理律师，而且按你的话说，你现在甚至连律师都不算，所以咱们见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汉堡包也没找到，就吃小湖北吧。啊，挺好。不好意思，没跟你们说，这附近没有卖汉堡。来一个。哦不，我一会儿还回去陪我家人吃饭呢，你们吃。这案子的证据链啊，没什么问题，也符合先证后供，只不过受害人的尸体一直没找到。我还是希望这一部分能有个清晰明确的结果，而且这个不是你交给海港刑侦支队的吗？上面说的挺清楚的。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二位来跟我见面，是不是咱们院觉得这案子有商榷之处？从侦查、公诉到审判，这样子没毛病。我不是替任何一个阶段去遮羞啊，实实在在，程序和尸体都很亮堂。只不过死刑复核是另外一个阶段的程序，我们做出的考量原则立场有所不同。自07年最高院收回所有的死刑复核权后，慎杀应该是一贯原则。瞧你这话说的，07年之前，我们对死刑复核也是非常的谨慎的。我们私底下经常有一句话，死刑复核最怕出现2种情况：真凶出现，或是亡者归来。朱红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我不确定侦查机关是不是还在继续调查这个证据链当中部分有些模糊的环节。
看过你写的材料，你认为李小坤他的力量并不能把那个铁笼给拽下山崖。我知道这种推测很难去对抗本案中刘小坤一脚踹在铁笼上，导致朱红落水，并推断死亡的直接因果关系。我只是站在一个辩护律师的立场，该说的我总要争取一下。主观动机这种事儿啊，有时候很模糊。被告人的供述不可以尽信，而你刚才提供的这些推测和参照，那确实不如检控机关给出的强证据链有力。因为我们谁都没有办法知道，在实施侵害那一瞬间，李小坤他脑子里面到底是怎么想的。那既然这种推测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检控和审判机关必然会去依托那些确凿的证明事实。那这么说，模糊的环节只有朱红的尸体。被害人的命是命，被告人的命也是命。咱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你与其在这问我们呀，真不如去仔细研究一下两个规定，一个是死刑案件证据审查的，一个是排除非法证据的。都是最高院发的，2高3部联合发的。拜托，你是干这行的，好好抓抓业务学习。我之前只是耳闻，今日得见，才更加确定。确定什么？确定你好像确实不是一个太靠谱的人。我也这么认为。回见。回见。曹律师。哎呦，你不是那个谁，就是那个。这两天有点敏感。这什么啊？芈月阁的案子，肖真会被投诉，不是我。乔律，肖律师有可能会被芈月阁投诉，这事儿你知道吗？我知道，昨天下班那会儿碰到主任，他跟我提过一嘴，真会出事儿。他也告诉你了，真成，还让我别往外说。喂，张征。如果有一天你做了主任的位置，你能不能向我保证，你会和他不一样？你说什么？我问你能不能保证，你不会成为另一个邝北平？行，反正我也当不了这主任，我给你保证。刚才我们所的情况，我的同事大概都已经介绍过，我呢就代表德治所敬大伙一杯，诚意都在酒里了啊！哎，少平，你怎么来了？我这儿出来，正请大伙吃饭呢。出来。曾经的全国10家律师也是我们。先喝着啊。有事啊？有事咱们回头了。张主任，您没事没事，我们兄弟俩说点事儿啊，你们先坐，先坐。啊。曹二天，你他妈疯了！你们再给我还手了！就你一肚子苦水，就你危险！别打！
别打湿了。哎，这下辛苦了。没事吧？没事，没事，大家别看了，该吃吃，该喝喝。没事，就是我们兄弟之间的误会解除就行了。你看，现在不没事吗？啊，学友，你问一下姚经理，损坏了什么？啊，你去安排一下。张律师，哎，别打了，小吕。算了，让开。着什么急呀？洗了也白洗。你还有完没完？为什么要把肖律师出卖给邝北平？你说什么呢？我给洪都打过电话了，你装什么呢？闽粤阁那案子，他们要投诉肖律师串通对方代理人，而且你有办法把消息透露给邝北平，而这个办法只有你和我知道。那这么说，肖律师真的串通对方代理人了啊？那如果肖律师真的串通了对方律师，他被投诉很冤吗？是，肖律师被投诉了。可是你别忘了，他被投诉，就是德智所被投诉。你以为我们放着不管吗？邝北平怎么都会找到把柄。还有，我相信，肖律师跟着你，绝对不止干了这么一件出格的事。告诉你啊，不管跟邝北平最后能打成什么样子，你不能牺牲肖律师，他跟这些恩怨没有关系。真的没关系？我知道，是薛东派他来帮我的。那你他妈问问薛东是谁让他这么干的？是我，是我让他去找一个能为你出庭的人。这个人要有能力，要不是德智所的老人，因为他要敢去面对邝北平。是我是你的兄弟，我为你做了这么多，替你扛了这么多累。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对，他要有能力，他也有胆量。对于你和薛东而言，他是可以随时被舍弃掉的，是吧？我为了保我兄弟，我找了一个弃子。我兄弟现在要跑来跟我逞英雄，是，他是炮灰。可是弃车保帅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况且我也不会随便就把他抛出去，一定是要等到在他和我兄弟之间做选择的时候，我才不得已这么做。难道你觉得我应该出卖你，还是说在你眼里跟肖真比，薛东才是应该被舍弃那一个？少天，我是没有你有同情心，我是没有你有人情味儿，但是你从来没有站在我的位置上想过。你站在我的位置上试试，上面有一个邝北平，随时想灭了你，底下有几十口子人指着你吃饭，中间还有一个兄弟，说揍你就揍你，这个兄弟就是你，真是我的好兄弟。这话说的真漂亮啊！行，你要说到兄弟的事儿，张正，我告诉你，你记不记得当初你跟兄弟是怎么承诺的？你答应过我，不会成为第二个邝北平。你凭什么控制别人要成为你想要的样子？凭什么？你是什么？我他妈想成为什么样子，我心里有数，用不着你教我。你最好说到做到，要不然呢？不然的话，你要我说到做到。
闽悦阁酒楼本应该在施华的路面设置警示牌，酒楼的消防通道被货箱堵死了，门口的停车规划严重违法，再加上你的当事人被闽悦阁酒楼强制要求在法定节假日超时工作，未按规定支付加班费以及300%的工资。你可以到闽悦阁去走访一圈，你会取到很多他们违规违法的证据，把证据给他们看。 让他们跟你的当事人和解，把钱赔了，否则你可以向公安、交管，还有城管部门以及劳动局举报。当然了，当你们拿到和解赔偿之后，我要提升20%。您好，你好，我是肖真律师的同事，我叫乔少廷。作为闽悦阁的原代理律师，我跟你私下联络，并向你透露了大量不利于闽悦阁的信息，导致他们跟你的当事人不得不庭外和解。这里面的录音。 就是证据。你是让我把这个交给闽悦阁？既然是我跟你串通，闽悦阁很有可能就会连你一并投诉。你不用给他们，直接拿到律协去投诉吧。如果接下来闽悦阁要投诉肖律师，无论他们找到什么样的证据，都不可能覆盖这段录音的证据效力。谢谢你，乔律师。 我知道您目前正遭遇投诉，那起投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清楚。但如果我拿着这段录音去投诉你的话，乔律师，在职业生涯里，你这跟自杀没区别。那就拜托孙律师，务必让我死。 你跟我请假说不能在晚上找我汇报了，就为了一个人在办公室跳舞。不是我那个，明天我要开庭。明天还能去开庭吗？看这末日狂欢的架势，你应该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吧？就算被投诉，也不会立刻停止执业吧？我查了一下相关规定，还是有机会通过听证向惩戒委员会申辩的。乔律师那种是属于特殊情况，在惩戒委员会做出决定之前，左理会先停止你执业，这是规章制度。更何况，今年主任在律协参选，对这种事情，肯定要做出立场鲜明的表态。那我要被停止执业了，我手里的案子怎么办？放心吧，乔律会找到另外一个你的。希望他尽快找到合适的人选和我交接，别耽误了那些当事人的案子。
我之前早就提醒过你，是否立即停止置业？作为合伙人，我会试着去向主任说情，但在事情结束之前，你先不要和乔律师合作了。会被投诉是我自己的原因，和乔律师没有任何关系。他身上的是非太多。再说了，你们一个被停止执业的律师，和一个正在被投诉的律师合作办案，让外面怎么看？你要是担心失去锻炼机会的话，我手上有很多案子可以交给你去办。只有我和乔律师会保护你。他现在是自身难保，我是在帮你。那是不是今后我就不用每天晚上去向你汇报乔律师的行踪了？看来你不知道今天晚上都发生了什么。乔律，那天电话没说完，怎么就把电话挂了？而且晚上我听客户说，电话的事儿，很抱歉。你听说的没错，我挂你电话就是着急去办你听说的事儿。肖律师值得你做到这个地步吗？你也值得。为了我身边任何一个去追求和实现公平的人都值得，而且不仅仅做到这个地步。哎，你怎么来了？我不说了吗？我完事儿过来找你。再说了，为各种事儿奔波一天，我也会饿的呀。饿了去吃啊。那走。我不饿啊。啊。